他是吉翁的骑士，一剑堵住荣耀。作为单挑型的机体，一决雌雄才是他的王道。哟，大家好，我是 Sam， 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大病初愈，所以声音比较低沉。好，这里是解析系列。上一个影片我们轻松看了诺贝尔高达，我看有观众说，哇哦 ，MF 也有结构图。我想说，何止 MF， 我连他都有。至于他是谁，玩一个游戏，大家自己猜，看谁能猜到。不过按我频道的观众属性，这确实有点难，所以我在左下角放一个 Tipsy， 大家记得把答案放到评论区哦。好，休息也结束了，我们正式回归到 UC 系列。而今天我们要猜哪台呢？哇哦，帅呆了，充满骑士的形态，以一盾一剑的方式可以跟高达打得有来有回。作为一个针对肉搏战专门开发的特化 MS， 也拥有着最猛的近战能力。好，老样子，咱不扯作品，不说作者，也不管发售年代，不生硬，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结合动画讲讲结构和故事。我的时长懂得都懂，记得买好可乐薯片，有对应的模型也可以边玩边看。先看看片头，我哋立即開波。在曾经，那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人通常会以单挑的方式来决定一场胜负，但随着武器的进步以及团战的模式，这种1对1的方式也越来越不靠谱。而在宇宙世纪中，由于 MS 的发明，这种人对人的战斗方式也再次被重视。只要给 MS 配上装甲，搭配好武器，这种肉搏的技巧完全可以派得上用场。特别是当对面出了一台高达后，一台肉搏型 MS 就能做到疯狂割草时，可见一台特化的重要性。为了很好压制对面的 X 系列，我们就需要一台针对白刃战的 MS。而在1年战争末期，它来了，也就是本期的主题 YMS-15 强人，台译为甘恩。这是吉翁公国在第2次主力 MS 开发计划的4座 MS， 它的设计就一个重点，全部集中在 MS 肉搏能力上，而且是接近极端。这种执着不得不说太过头了，导致完全舍弃了泛用性和空间战斗能力。主武搭配的是一把光束军刀，以剑取胜是他的主要构想，这也让他舍弃了杰出的射击武装。另外，他还有一个多用途的盾牌，这也让他获得了强大的近战能力。也正因为他的这种过于偏科的设定，成就了本机的特化性能。从这一点上看，也能看出开发人员在竞争中力求胜出的气魄。但反过来说，他却不适应于当时的战场。当时属于1年战争的末期，吉翁公国需要大规模的宇宙战。像 YMS-15 这种缺乏泛用性的 MS， 跟 MS-14 勇士比起来，对方更好，所以最后主力 MS 的宝座也让给了 MS-14 勇士。至于本机也没有在战场上留名的机会，而他的高光时刻是马克贝上校驾驶的他跟 R78-2 高达进行1对1的对决。好，这么一台特殊的机体，大家跟我一起拿起西巴拉，一起看看结构部分。全高 19.9 米，重为 52.7 吨，出力为1360千瓦，推力为56200 kg。全身配色以紫色为主，而造型上更像是一套西洋骑士铠甲。老样子，我们从上往下看，先是头部，跟它本身的风格一样，一眼就能让人想起旧世纪，就是那种西洋铠甲头。你们就看像不像？这是它的主摄像口，跟普通的 MS 对比，它的缝隙更小。这种缝隙的宽度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毕竟它属于近战格斗机体，缝隙越小，防御越好。在测试中，榴弹破片侵入的概率降低了 40%。接下来我们打开它的外甲，看看里面的结构。这是它的十字形单眼轨道，上下横跨整个正脸，而左右的移动范围直接扩展到后方的120度。要知道，普通的 MS 也才正面60度，这也让驾驶员可以轻松地捕捉背后的敌机动作。在轨道的正中央就是它的主摄像了，这是由格拉莫尼卡公司设计，整个摄像水平是经过改良的摄影处理框架，
带有广角镜头的矫正，搭配着数字影射技术，在水平视野上扩大至270度，这也很好的抵消了缝隙缩小的限制。在头部的四周是整合控制装置，称之为导体系统，可以看作是早期的 AI 协助，主要是协调主发动机和流体脉冲加速器的运作。我一个一个的解释。首先是主发动机的联合控制，它可以实现监测出力，动态的调整单眼锁敌优先，这也是为了避免格斗中因为协调失效而导致锁敌中断。而至于流体脉冲加速器，它会根据机体的方向而预判单眼转动的轨迹。也正因为有它的存在，它的单眼移动可以达到 0.8秒90度，这能很好的确保在高速近战时锁死对方。而在脖子的位置可以看到2根液压管，左右各一条，这是流体脉冲加速器的液压管。再往下就是身躯的连接位了。好，接下来我们往两边看，手臂。说到手臂，这也是一道里程碑了。它完美的解释了什么叫做机械工学，呈现了人类剑术的精细动作。不过，由于过度的依赖液压系统，所以它的性能和可靠性完全相反。这种技术的浪漫主义也恰好说明了在1年战争期间吉翁工程师的悲壮缩影。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外甲了，直接猜。可以看到肩部框架跟肩部关节为一体化，这不但加强了肩部的强度，也增加了肩部的稳定。在肩部的动作上采用的是双圈结构，由内圈和外圈组合，内圈用于前后活动，外圈用于左右横移。由于框架一体化，在活动期间不会有太多的累赘，把动作的过程用于重点。在肩部的上方是2条液压管，可以看到它一直延伸到肘关节。这种设计可以一直向肘关节输入高压油液。由于流体脉冲加速器的协同控制下，小臂的伸展速度提升了 15%， 可以实现无延时的刺激。这是它的肘关节，属于双关节，在关节的上方有一条小型的缓冲条，跟上臂连接，而向下有一条大型缓冲条连接至手腕。整个关节内置了一个高扭矩场的电机，针对光束军刀的突刺动作做了特化的调整，从收刀到最大突刺距离的伸展时间只需要 0.18 秒，比起 MS14 勇士它快了 0.13 秒，而突刺的瞬间扭矩爆发力是扎古2的 2.3 倍。再往下看就是它的机械手掌了，整个手掌在基础骨架上沿用的是扎古同款，但是做了改良，以多轴衬套重组的方式实现了可动的突破，手指的握力提升到了18吨，能够有效的防止武器脱手，而手腕的俯仰角度从85度提升到了120度，手腕旋转范围也从270度提升到了340度。也正因为这340度的旋转，让 YMS-15 的光束军刀可以画出螺旋轨迹，直接封锁敌机的闪避角度，招们的谁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半身。从胯部开始，整个胯部由一圈裙甲覆盖，看起来像连成一体，其实是分割式装甲，同样由前后护甲、左右侧甲组成。前护甲是倾斜型装甲，主要是抵御正面的实弹直击，而左右侧甲有可动铰链连接，外扩角度可以达到80度，主要是避免格斗时干涉腿部的运动。后护甲属于是内嵌蜂窝缓冲层，打开裙甲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从这个结构图可以看到液压管和传动机匣。这种设计好处有3点：第一，减重，比起全封闭式框架，它轻了 1.8 吨；第二，维护，这种结构在战场上是可以做到很快速的更换受损关节的；第三，散热，它可以完全避免电机余热在裙甲内积累。好，接下来我们把胯部转个圈，在胯部的后方是2座推进器，由下方的轴控制角度，可以做到35度的偏移，推力为8500 kg 乘以2，主要用途有2个，一个是突刺后紧急后退，用于抵消前冲惯性；一个是格斗中可以瞬间侧移，直接配合腕部的砍击轨迹。在这个位置就是十字形骨关节了，跟大腿连接。好，顺着往下看腿部，我们继续猜，在大腿的根部是强化型电机，提供了28000牛米，
扭矩是扎古2的 1.8 倍。我们翻过来再拆一下，可以看到在大腿连接膝关节的位置，依然内置了液压管线，直接向膝关节输送高压油液。跟手臂一样，都是由流体脉冲加速器统合。也正因为管线贯穿整个腿部，动作的协调会很完美。比如右臂挥砍时，左腿就会获得脉冲辅助，从而实现垫步侧移的精准配合。好，继续往下走，就是他的小腿了。整个小腿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扎古系骨架的终极强化，用的是双层交叉补强，在抗纵向冲击上，比起扎古的 H 型合金梁增强了200%。在小腿的后方是散热槽，属于是循环冷却剂模式，可以有效的降低关节的温度，避免液压油过热。再往下就是它的缓冲器了，采用的是并联双筒式，比起扎古的单筒式，吸收地面冲击力更好，从8米的高度掉下可以无伤。在小腿的后方是它的直式控制喷嘴，由末端的轴控制方向，推力方向轴转为15度左右。格斗中可以微调体位，单一做的推力是6800 kg， 可以提供瞬间转向，极限时间为5秒喷射。极限使用的话会过热，当然它也能做到格斗作用，比如先向前进攻，然后推进器点火强制收腿，再借反冲击力就能发动回旋踢。另外，如果当推进器点火时，手臂就会自动注入高压油液，这也能抵消后坐力对剑势的影响。我们继续往下看踝关节。踝关节采用的是自由度球式关节，允许脚掌贴地倾斜25度。腿部讲完了，在这里我想多说两句。整个腿部其实最复杂的就是管线，37条油管加16条冷却管交错，这也属于是格斗机动性和机体复杂度的激烈妥协。虽然轻量化装甲也是一个缺陷，一旦被实弹命中，油液会喷射火焰，关节也会锁死。在测试记录中，下肢故障率高达 41%。这种结构设计也映射出了兹马德公司的哲学，为格斗优势可以牺牲一切，哪怕是暴露缺点，也要换取加速 0.1 秒把高达插爆。好，接下来我们往后看推进背包。整个背包的设计不是那种传统的正正方方豆腐块，而是纵向串联，这能降低横向重担面积投影面，比起勇士的要减少 23%。我们把外夹打开，可以看到它是需要共享主电机能源的。跟勇士那种独立式的不同，当它最大出力时，会直接影响光束军刀的使用。在左右两侧是它的主推进，由双层圆筒结构形成，外部是冲击吸收层装甲，内部是空心铝材骨架。这种设计属于是牺牲结构强度来换取重量减轻 1.4 吨。在圆筒这里是散热片和推进器储存仓，储存仓的体积比勇士小 37%。在推力方面，通常航行会使用 70% 的推力，以均衡加速的方式进行。当格斗突进时会使用 100% 的推力，机体前倾5度做突刺姿势优化，而当紧急回避时会使用 30% 的推力，瞬间提升机体。另外，这个背包可以当做简易的宇宙艇使用，就是驾驶舱紧急脱离时内置有24小时的维生系统，这一点上勇士是没有的。在这里用工程师日记的内容总结一下，这个背包是有限资源下的最优解，以推力为代价换取格斗姿势优化和生存率。这也对应了兹马德公司的务实哲学，当无法全面超越对手时，就赌注于唯一的长处。好，最后一个了，我们往前看身躯。一眼过去，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胸甲，这是一块 V 字形的装甲，倾斜角度为45度，表面是曲面流线型，带有冲击吸收结构。我们把它打开，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内部的肋骨框架采用的是钛合金 X 型骨架，在胸口的位置是它的2台发电机。我们稍微往里拆一点，可以看到发电机跟冷却系统是一起的。由于这个很有特色，我详细的说一下。先是发电机，本机是并列发电机布局，左右两边的作用不同。左边电机出力为680千瓦，它的作用主要是负责光束军刀和流体脉冲系统，而右边的发电机出力一样，也是680千瓦，但作用只是负责传感器和通讯系统。
另外，推进背包也是他负责。由于左右两边的作用不同，也导致左右两边的冷却方式也有区别。左边的冷却模式属于是液冷加气化复合冷却，由于管路比较复杂，一般它的故障率会比普通的 MS 高 32%。而右边的冷却模式属于是纯液冷，这种单模式冷却容易剂量不足，一旦不足，满负荷的情况下只能支撑7分钟。在这里放一个危机图，大家可以暂停看看。1、2、3，好，我们继续。回到外面，在身躯的四周是它的冷却液管道，管道的布局跟初期的扎古是一致的。毕竟芝马德公司和尼克公司都是共享早期的骨架专利。这里是它的肩关节接口，带有双电机专用的4重线，比起勇士的单发电机多了2重。好，总结一下，对于芝马德公司来说，双发电机的设计是对尼克公司那种单一大功率发电机的挑战。这也验证了分布式在 MS 的可行性。在后期，卡比尼用的就是它的优化继承。好，我们继续。在腹部这个位置有4根伸缩轴，可以做到身体的前后左右调整，也起到了上下缓冲的作用。在腹部的正中央就是驾驶舱了。从外面看，可以看到一个6边形的舱门，舱门属于是展开机制，由6片液压驱动装甲控制。开启时延伸出一个登机板，当闭合时，顶点会相互锁定。这种互锁的结构在冲击的情况下，会比传统的方舱门要更强，强度提升了 37%。而驾驶系统带有辅助核心技术，在这里放一个关系图，也就是通过机械反馈来模拟剑术手感。当突刺动作时，系统会自动调整手腕角度，提高驾驶命中的精度。当横砍加速时，系统会反向脉冲，抑制机身旋转，可以很好的避免姿势失衡。而当防御挡格时，手臂会瞬间提升扭矩，很好的防止武器的脱落。好，结构讲完，这个机体是不是很特别？老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驾驶员的部分。马克贝，他是基西利亚的麾下，属于突击机动军第7师团的指挥官。从表面上来看，他只是基西利亚的其中一个手下，而且非常的忠诚。但实际上，他是基西利亚的心腹，基西利亚非常的信任他。这一点从基西利亚把奥德萨矿山的开采权交给他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当然，得到基西利亚的重用也不完全是因为忠诚，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比如对于吉翁 MS 的统一规格，他就有重大的注意，而且还提高了生产性的优势，也就是当初的统合整备计划就是马克贝提出来的。除了五官属性，他的文官属性也不错。当时在矿山基地时，他的管理表现就非常的出色，这跟他的风格有关。对于他来说，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必须下达最严酷的命令，哪怕是被人埋怨也无所谓。这也是基西利亚看中他的一个优点。不过也正因为他的这种风格，所以他的名声比较恶劣。对于士兵来说，也会经常的骂他，说他不了解前线作战的心境。当然，埋怨归埋怨，他的这种无视个人情感、优先执行任务和重视实质利益的想法，的确没有什么错。另外，虽然马克贝会认真完成基西利亚的任务，但这也是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手段。换句话说，基西利亚在吉翁的政权扩张，跟马克贝在军中提升地位，两者属于一条裤子。在奥德萨期间，他一边监督矿物资源的采掘，一边规避监视，必要的时候也会修改记录，一切都是为了把私下吞并的资源送给基西利亚。当然，他也知道这是违反吉翁的利益，也知道这种行为很严重，但他从未停手，因为对于他来说，基西利亚的政权扩张才是重中之重，才是吉翁的胜利，同时也等同于自己胜利。好，这么一位冷酷认真的人物，驾驶着 YMS-15强人，可以打出什么样的战绩呢？接下来我们看看机体战役部分。第一战也是最后一战，高达对决战。在 UC0079 年11月7日，奥德萨战役开打。在这一战中，吉翁彻底溃败，而马克贝也不得不撤离地球。对于放弃了奥德萨而回去的马克贝，虽然官职提升了，成了上校，但跟基西利亚的关系却降了。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信任。对于基西利亚来说，不是马克贝用不起，而是夏亚更有性价比。也因为这一层关系，夏亚的地位也开始跟马克贝持平。对于马克贝来说，一边是奥德萨失守需要追究责任，一边是基西利亚又不搭理他了，这等同于他断绝了军人的未来，这谁受得了啊？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按错都是别人的逻辑。他也开始讨厌夏亚了，觉得夏亚就是罪魁祸首，而要掰回这个局势，高达必须死。正因为这个怨念，在所罗门战役后去所罗门回收残兵的他，一听到白色木马也在，立马让舰队驶向德克萨斯殖民星，目的就一个，把高达和白色木马灭了。就在他进入强人驾驶舱后，战役开始，先由大魔们组队冲锋，而强人去殖民星设陷阱。此时的阿姆罗也来了，由阿姆罗的 biu 的一枪，大魔们开始围攻发射导弹，高达直接解除合体，眼睛一亮，举枪射击，把导弹打爆，然后一个香港脚把大魔踢飞，顺手射爆。而在这个时候，白色木马也来了，就在双方打得正嗨的时候，一群针型飞弹飞了过来，定眼一看，强人直接站在一个陨石上。嗨，你勁，過嚟打我笨！阿姆羅當然不爽，直接就衝了過去。強人一個跳開，隕石爆炸，馬克貝開心壞了，這下你還不變成廢鐵？但可惜，除了盾爆了以外，高達依然一身無傷。看來還要繼續，強人直接一個射擊，一邊退入殖民星，高達也直接追了過去。就在高達正要打開殖民星艙門時，門的上方也設了陷阱，直接把高達炸了進去，還摔了個狗吃屎。緊接着一群浮游炮飄了過來，直接在高達四周引爆。不過阿姆羅也不是吃素的，通過新人類的直覺也避開了陷阱。就在馬克貝驚訝的時候，夏亞駕駛的勇士來了，直接跟高達打得不分上下。馬克貝急了，這可是我的功勞啊，立馬衝了過去阻撓，說道：你打個屁高達，一邊玩泥沙去。看着馬克貝那麼無知，夏亞也隨他了。格鬥戰開始，強人一個跳躍，刺激攻勢進攻，高達拔刀格擋，強人快速刺激，高達一個跳躍砍擊，兩機就這樣繼續了鬥劍。就在時機到達時，高達雙刀直接抱腰，然後一個交叉後拉 ，YMS-15 強人直接腰砍，隨着一聲巨爆，戰役結束。好，看完戰役，來案子，我們一起看看武裝結構部分。準備好鉗子，我們把武裝拆開來看看結構。第一個是強人專用軍刀，這一把光束軍刀是為了 YMS-15 專用開發。從外形上來看，它有護手結構，也就是十字星護手加錐形握把。比起正常的光束軍刀，它的優勢是可以防止突刺時武器脫落，而護手的裝甲本身也能格擋實彈，抵禦敵機的軍刀劈砍。我們打開一下外甲，可以看到裡面的結構。整把軍刀是由專用供給回路。剛剛說身軀結構的時候說過，由左邊的電機直接連接軍刀，能有效規避線路的損耗，穩定性上提升了 22%。而當瞬間出力時，刺激瞬間可以調用電機 92% 的出力，普通的 MS 也就是 70%。當然代價也是有的，那就是流體脈衝系統會強制降頻，導致腿部機動性下降。而刀刃的部分，它做了突刺特化，一共有3點。首先，它的收束器是針狀的，這能讓光束粒子直徑壓縮至 6mm。第二是磁場拘束時間做了延長，能讓刃部粒子密度增加了 30%。最後，由於電極治癒，可以做到突刺深度的自動調節，這也讓軍刀可以直接貫穿 R78-2 的月神態。而對於吉姆駕駛艙，平均擊穿的時間為 0.4秒。這樣說可能還不夠直觀，給一個對比吧。如果是聯邦的軍刀，擊穿需要 1.2秒，這樣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強人的貫穿能力了。最後總結一下強人的光束軍刀，這是特化武器的美學巔峰，以捨棄泛用性為代價，將貫穿性能推到極致。用茲馬德設計主管的狂言說的，我等的軍刀可以貫穿一切盾牌，這就足夠了。因為真正的騎士從不會背對敵人而戰。好，最後一個盾牌，這是一個多功能盾牌，也是專用設備。表面上它是一個盾，其實它是一個武器庫。當然，它也確實有盾的作用，
我们先说防御的部分。先说结论，它的防御能力很低。至于为什么，一会再说。我们先看看它的防御表现。首先，它的防御面积就比勇士少了 35%， 其次，装甲厚度也减少了 60%， 这让它的防御都大打折扣，也就只能挡90mm 实弹。这是为什么呢？要解开这个疑问，就要看看内部结构了。打开后可以看到为什么厚度减少了，那是因为要内置武器，而它的骨架也是蜂窝状钛合金隔板，主要是为了防止连锁引爆。从结构上来看，这个盾是吉翁特工精神的物质化，用防御力换取一次性杀伤力，这也是芝马德设计局的格言，最坚固的防御就是歼灭敌人。好，接下来看看这个盾的内置武器都有哪些。在盾的四周是针状飞弹，装弹数有2种说法，一种是56发，一种是60发。由于体积比较小，所以威力方面不大，主要用途就是牵制。当然，对于 YMS-15 这种近战机体，近距离发射也可以把对方打得不能动，而且它本身就密，近距离不好躲。在动画中没有近身用过，都是以远距离牵制为主。接下来是盾的中央位置浮游炸弹，装弹数也是有2种说法，一种说是12发，一种说是25发。爆炸范围为15米，主要是为了封锁路线用的。本身带有一些特殊技能，可以磁性吸附，然后带有30秒的延时引爆。在动画中，为了阻碍高达前进，就一路布满，把阿姆罗炸得飞起。好，本期解析就到这，下期再说。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CM， 我们下期见。